各位健康永驻的好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德昌。今天咱们聊点实在的，在这物价上涨的年头，要是有人敢在您最需要用钱时，提前把钱塞进您口袋，您信吗？这是千真万确，就跟咱们每个人都相关。眼看2026年农历春节不远了，过年团圆热闹，但也得盘算办年货、包红包、准备伴手礼，处处要花钱。咱退休收入固定，每到年底手头难免紧。但好消息来了，政府体谅咱们，劳保局今年特意当好及时雨，把好几笔养老钱、救命钱提前发放，让老朋友们过个宽裕年、舒心年。您家里那本存折，接下来就是过个肥年的幸福通行证。在这金蛇与马年交接之际，大家最关心的养老金何时落袋为安？今天德昌就给您准信，让您心里那块大石头稳稳落地。在分享之前，德昌有个不情之请，请老朋友们动动发财的金手指，点个订阅，再在视频下方留言说说您住在哪个县市，比如台北、新北、高雄、台中或南投、花莲等地，这样系统会把您当自家人，以后有发钱、领福利的好消息，第一时间推给您，绝不错过任何一笔该得的照顾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咱们进入正题，把这笔钱的来龙去脉、怎么领、怎么守，给您讲个明明白白。咱们都这把年纪了，心里头最清楚，每年过年那就是个大关口。平常日子咱可以省吃俭用，青菜豆腐吃得也挺香，可一到年根底下，那心思就不一样了，总想着给跑来拜年的小孙子、小孙女包个厚实点的红包，看着孩子们惊喜的笑脸，咱这心里比蜜还甜。总想着去市场挑点好的年货，鸡鸭鱼肉、瓜果糖茶，把家里置办得丰丰盛盛的，这才有过年的气象和气派。可是啊，往年这心里头的盼头常常要落空，为啥呢？因为咱们的劳保年金、国保养老金，以往都是铁打不动的，在每个月月底那几天才慢悠悠的进账。要是赶上春节来得早，像1月底、2月初就过年，那麻烦就来了，年都过完了，热闹都散了，这钱可能才姗姗来迟。您说这心里头能不憋屈吗？看着别人家热热闹闹的采购，自己却因为钱没到位而束手束脚，那份滋味真是过年都过不痛快。但是2026年它不一样了，它要改规矩了。根据劳保局最新安排好的行政日程，就为了避开春节长假，就为了让咱们大家手里头有活钱，现钱好好过年，政府那边决定提前启动发放作业。这可不是我张德昌在这里给您画大饼讲空话，这是实打实的白花花的现金，要提前跑到您的银行账户里睡觉去啦。咱们来算算这个日子，2026年的春节大概是在2月中旬，按照老黄历，原本这钱得等到2月28号或者月底那几天才发，可这一碰上长假，银行不办公，所有流程都得往前赶。具体是哪一天呢？大家可得听仔细了，最好啊是把这段内容收藏起来，或者拿个小本子记一下关键。就在明年的1月份和2月份，会有一波非常密集的入账高峰，特别是咱们靠着劳保老年年金过日子的老朋友，以往都是等到每月最后那1-2天，现在可要提前了。劳保局那边会加班加点，把审核、拨款的流程统统往前移。按照经验来判断，大概在过春节前的3到4天，就在大家正热火朝天的在超市、市场里抢购年货的那个节骨眼上，这笔钱就会悄悄而的、稳稳的打进您登记的那个账户里。您想想那场景，是不是光是想想就觉得心里头有底了？那说到这笔钱，它到底有多少呢？德昌告诉您，这可绝对不是一笔小数目。根据统计，咱们全台湾领劳保年金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而且这些年因为通货膨胀，政府也有在做一些调整，再加上您年轻时候一点一滴累积起来的年资，很多人每个月领到的钱都能有2-3万新台币。如果您是那种工作年资深，当年投保薪资也比较高的朋友，那么这次提前发放的这笔钱，数额可能更加可观，最高甚至能达到4万、5万块新台币。您在心里头盘算盘算，在过年前几天，突然多出这么一笔4-5万块的额外进账，那不管是想去买点高级的海产罐头当年礼，
还是想给孩子们发红包？是不是腰杆一下子就挺直了？说话做事底气都足了好几分。除了咱们的主心骨劳保老年年金，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津贴和补助，也会挤在这个时间段里一起发放。比如说老农津贴，这是咱们很多乡下种了一辈子田的老兄弟、老姐妹最重要的依靠。再比如国民年金的各项给付，像是什么老年基本保证年金、原住民给付等等，这些钱啊，单看一笔可能不多，也就是几千块钱，但是他们要是凑在一起，在这个年关下发，那可就是过年的买菜钱、添新衣的钱，是咱们老年人维系体面、保住尊严的底气钱啊！为了让大伙儿更明白这笔钱提前发下来有多重要，也为了让大伙儿知道该怎么去查、怎么去守好这笔钱，德昌，我给您讲2个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，这一正一反，您听了就全明白了。第一个故事是关于住在彰化的一位陈阿嬷。陈阿嬷今年70有2了，年轻时在加工出口区的电子厂做女工，眼睛就是那时候给熬坏的。后来工厂外移，她也下岗了，就靠着打零工，帮人做手工，硬是咬牙把劳保的保费给断续的交上了。老了之后，身体一堆毛病，就靠着每个月领劳保年金过日子。往前数几年，陈阿嬷是最怕过年的，为啥？因为她的钱总是要等到月底才来。可过年花钱如流水，儿子女儿虽说孝顺，会塞点钱给他，但陈阿嬷性格要强，总觉得那是儿女的血汗钱，用着心里不自在，自己手里没粮，去市场买条过年祭拜用的鱼，都只敢挑小的、瘦的买，生怕超了预算。我记得有一年，他的小外孙考上了好大学，陈阿嬷想表示，去百货公司看中了一个挺不错的书包，要价2000多。他摸随身带的那个旧钱包，里头只有些零零散散的买菜钱，加起来不过1000出头。他站在柜台前，摸了又摸那个书包，最后还是叹口气走了。他当时心里就想，要是劳保局那笔钱能找到1个星期，哪怕找到3天，我也能毫不犹豫地买下来，让外孙高高兴兴背着新书包去上学。结果那年钱是过完元宵节才到的，书包后来虽然补买了，可那份在过年时亲自送上礼物的喜悦和及时早就错过了。但是到了2026年，情况就彻底翻篇了。陈阿嬷因为常看咱们健康永驻的节目，早就知道了过年前会提前发的消息，她提前就把那本红色的存折找了出来，还特地让女儿陪她去邮局，把前面好久的交易记录都补登得清清楚楚。就在过年前3天，陈阿嬷起了个大早，第一件事不是去市场，而是先去街口的邮局刷存折。当那台机器吱吱吱的响完，吐出存折时，陈阿嬷掏出老花镜，凑近了仔细一瞧，哎呦，眼眶当时就红了。只见最新一行打印的清清楚楚，一笔28000多块的劳保老年年金已经入账了，后面跟着的就是劳保局的专属代码。这下子陈阿嬷的腰杆瞬间就硬了。他走出邮局，直接去了最大的生鲜超市，那是左手一提高级坚果礼盒，右手一提漂亮的进口苹果。转身又去了百货公司，不仅给外孙买了那个牌子的书包，还额外添了一套新衣裳。这个年，陈阿嬷脸上的笑容就没断过。邻居问他怎么这么乐呵，他声音都响亮了。政府体贴，钱早发了，咱自己手里有活钱，这年过得才自在，才踏实。您看看，这就是提早发钱最实在的意义。它不单单是改个日期那么简单，它是一份沉甸甸的体贴，是雪中送炭，是在咱们最需要温暖和底气的时候，给咱们送来的一份实实在在的尊严。讲完了暖心的故事，德昌也得给您提个醒，泼点必要的冷水。这提早发钱虽然是好事，但里头也有些门道，不注意的话，可能到了那天，您兴冲冲去刷存折，结果里头空空如也，那这年可就过得闹心了。这就得说到第二个故事，是关于住在桃园的一位赵伯伯的教训。赵伯伯为人豪爽，但有个缺点，就是对这些具体的日期、账目的设额不怎么上心，总觉得该我的少不了。2026年初，他也听街坊说钱要提前发，也跟着乐。可坏就坏在赵伯伯上半年刚搬了家，户籍地址变了，而且更麻烦的是，
他用来领钱的那个银行账户，之前因为帮亲戚的一个小生意做了担保，惹上点债务纠纷，账户功能受了些限制，虽然不是完全冻结，但进账出账变得很麻烦。赵伯伯心想，劳保局是政府机关，汇款还能出岔子，就没把这当回事，既没去劳保局更新自己的最新联系地址和状况，也没去处理账户的问题。结果到了大伙都在欢天喜地查账领钱的那一天，赵伯伯也去了 ATM 机刷一次，存折上没多出新记录，再刷一次还是老样子。他换了台机器，结果依旧。看着旁边的人查完余额后满意离开的背影，赵伯伯额头的汗一下子就冒出来了。他赶紧打劳保局的咨询电话，可那天所有人都打，线路全忙，根本打不进去。赵伯伯这个春节过的是坐立不安，胡思乱想，是不是政府把自己忘了，还是钱出了什么问题，年都没过好。直到年后，劳保局办事处恢复正常上班，赵伯伯急火火的去问，才搞清楚，原来是因为他账户状态异常，那笔汇款被打入失败，自动退回了。虽然经过核实后，钱在年后补发给了他，但那个合家团圆的春节，因为他手头拮据，连老朋友邀约打个小牌都不敢上场，过得别提多郁闷了。所以啊，通过赵伯伯这个教训，德昌一定要给各位老朋友送上几句避坑金言，您可千万要记在心上。第一点，也是顶顶重要的一点，赶紧去检查一下您领取年金的那个账户状态。如果您的存折好久没用了，或者像赵伯伯那样，账户可能存在一些债务风险，请您务必立刻马上去处理。劳保局为了保障咱们的养老钱不被法院强制执行扣走，有一个特别的制度，叫做设立专户，也就是类似原文中提到的社会救助专户概念。您可以去申请，把这个专户作为您领取年金的指定账户，这个账户里的钱是受法律特别保护的，专门用于您的生活保障，债权人不能动。如果您有这方面担忧，别犹豫，现在就去劳保局问清楚流程，把收款账号变更过来，千万别等钱发不下来了才干着急。第二点，留意个人资料的更新，如果您最近搬了家，改了名字，哪怕只是换了个电话号码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最好都主动跟劳保局核对一下。特别是刚办退休手续不久的朋友，您申请书上填的银行账号、户名一定要反复核对，一个数字都不能错，否则钱会到别人账上，追回来可是要大费周章的。第三点，很多朋友容易忽略，就是领取资格的动态审核。像老农津贴，它有排付条款，会审核您的动产、不动产情况。国民年金的一些给付，也会看您有没有按时缴纳保费。如果您名下的财产突然增加了，比如子女赠与，或者忘了缴保费，可能会影响到发放。所以如果发现钱没到，先别急，冷静回想一下自己近期有没有这类变动。说到这儿，哪怕德昌显得啰嗦，我也得再给大伙儿梳理一下，这几笔提前发的钱到底都是什么名目，谁能领？因为我发现很多老朋友虽然按月领钱，但对自己领的到底是什么钱糊里糊涂。首先是劳保老年年金，这是给那些年轻时在职场打拼，有参加劳工保险，并且保险年资和年龄都达到标准的朋友的。这笔钱是咱们退休生活的主力部队，数额相对较大，而且是活到老领到老，还会跟着物价指数微调。说到物价指数，这可能是2026年的又一个隐藏彩蛋。这几年物价涨得厉害，劳保局很可能会在年初宣布调涨年金给付的金额，也就是说，您2026年每月领到的基数可能比2025年要高一点，虽然可能是几百块，但积少成多，也是政府对抗通胀、体恤咱们的一点心意。其次是国民年金，这是给那些没有劳保、公教保、军保等其他职业保险的朋友，比如很多家庭主妇、主夫或者失业期间的朋友的保障。到65岁就能领老年年金，钱虽然少些，但是一份基础的保障。再者就是老农津贴，这是专门加为咱们勤劳的农民朋友的，只要符合农保资格，年龄达标并通过排付审核，每月就能领一笔生活津贴。对农村的长辈来说，这是非常重要的零花钱和尊严钱。大家要分清自己领的是哪一种，因为虽然都提钱，
但具体发放的批次和日期可能还有1-2天的细微差别。那么，这笔提前到来的钱，咱们该怎么规划，才能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用呢？德昌，我多嘴几句，真心把大家当家人，才说这些心里话。很多长辈就像故事里的陈阿嬷一样，钱一到手，第一念头就是给儿孙花，这份心意天地可见。但是德昌恳请您，这笔钱您无论如何要先给自己留出一部分。2026年咱们又长了1岁，身体的保养比什么都重要。您可以用这笔钱的一部分，安排一次全面点的健康检查，平时舍不得查的项目，这次查一查，身体好比什么都强。您健康了，就是给儿女省最大的钱。或者把家里那个修了又修，费电又不安全的旧家电换一换，买个新电饭煲、新热水器，让日常生活更安全、更方便，这就是对自己实实在在的好。还有啊，现在诈骗集团无孔不入，越是到这种集中发钱的时候，他们就越活跃。德昌必须用最严肃的语气提醒您，千万要警惕。您可能会收到冒充劳保局或银行的短信，说您的年金已提前发放，请点击链接确认领取，或者接到冒充公务人员的电话，说您的账户涉嫌问题，需将资金转移到安全账户监管。您记住了，劳保局、银行绝对不会用短信链接让您操作领钱，也绝对不会打电话指导您操作 ATM 或网银转账。所有钱都是自动汇入您指定的账户，不需要您做任何额外操作。万一接到这种信息或电话，您就记住德昌教您的9个字：不理会、不点击、不转账。如果心里不踏实，就挂掉电话，带上您的存折和证件，亲自去一趟劳保局办事处或开户银行柜台询问。多跑这一趟腿，绝对比被骗光养老钱要强10000倍。之前就有个案例，一位老先生被类似的电话骗局唬住，把几十万的积蓄转到了所谓安全账户，最后血本无归，在派出所老泪纵横，看了真让人心痛。咱们绝不能让自己成为下一个。所以这笔提前发放的福利是福气，也是对咱们的一次小考。咱们要接得住这份政府的体贴，也要守得好这份晚年的安稳。最后，德昌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天所有重点。2026年春节前，大约在2月中旬，劳保局会集中提前发放多项年金和津贴，包括劳保、国保、老农津贴等，预计在过年前3到4天到账。您需要做的是：第一，提前关注存折，到时去刷一下；第二，提前检查账户状态和个人资料是否正确；第三，提高警惕，严防诈骗，守住钱袋子。如果您到时查了钱还没到，也别立刻上火，可能是银行作业批次略有延迟，可以稍等1-2天，或者拨打劳保局真正的官方查询电话，请务必通过官网等正规渠道查询号码，勿信网络搜索的虚假号码确认。今天德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，每一句都是盼着咱们健康永驻的老朋友们能过个好年。咱们辛苦操劳一辈子，晚年图的就是个安稳踏实。政府能想在前头把这份心意提前送到，咱们就得稳稳的接住，妥妥的用好。在这里，张德昌给各位老朋友拜个超级早年。虽然离春节还有10日，但祝福不嫌早。衷心祝愿大家在2026年身体龙马精神，吃得好，睡得香，口袋里的养老钱充裕扎实，身边环绕着孝顺的儿孙，日子过得福气绵长。如果您觉得德昌今天这番话有点用处，就请您行好，把这个消息转发给您的旧同事、老邻居、好朋友，告诉他们2026年的过年前要提早发啦，记得去刷存折，也别忘了点击订阅咱们的健康永驻频道。德昌会一直在这陪着大家，聊聊健康，说养老，帮大家一起看好咱们的晚年生活。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